近有一则新闻，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在马来西亚，有一位先生，他心里一直有个想让自己更雄伟的梦想。于是他上网精挑细选，花了大约5000块台币，买了一个号称效果惊人的阴茎增大器。他满心期待地等着包裹。拆开一看，里面确实有个东西，但不是什么高科技仪器，而是一个价值大概200块的放大镜。你没听错，就是小时候我们拿来烧蚂蚁的那种放大镜。更讽刺的是，包装上还贴心地附上了一句警告：请勿在阳光下使用。这个故事听起来很荒谬，甚至有点好笑，但作为一个听过上千个男人和女人心里话的专栏作家，我叫 Suki， 我能告诉你，荧幕前某些朋友可能笑不出来，因为这份想要更好的焦虑真实到令人心疼。今天我不想跟你说教，也不想评判什么，我只想以一个女性的视角跟你好好聊聊那些男人们拼命想知道，而女人们却从不轻易说出口的关于尺寸的秘密。我们来看一个非常有趣的数字，它像一面镜子，照出了男人和女人之间一道巨大的认知鸿沟。一项跨国研究调查了上万名伴侣，当问到女性“你对伴侣的尺寸满意吗”的时候，你猜结果怎么样？高达84%的女性回答非常满意。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数字。想象一下，100个女生里面有84个都觉得我另一半这样很好，我很幸福。但是当镜头转向男性，问他们“你对自己的尺寸有信心吗”的时候，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只有55%的男人觉得我还不错，剩下将近一半的男人，45%的人都活在一种如果能再大一点就好了的遗憾里。你发现这个吊诡的地方了吗？女生的满意度是84%，男生的自信度却只有55%，这中间将近30%的巨大落差跑去哪了？这就好像你的期末考明明拿了84分，是个相当不错的成绩，但你每天都愁眉苦脸，觉得自己只考了55分，是个不及格的学生。这份焦虑，这份自我诅咒，到底是源于事实，还是仅仅是我们脑中的一场风暴？为了解开这个谜团，我们必须回到最根本的问题：到底什么才叫正常？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特别请教了我的好朋友，一位非常资深的泌尿科医师江怡妮医师。他告诉我，在医学界，关于尺寸是有着非常明确且经过全球大量数据统计的黄金标准的。现在你可以深呼吸，放下所有从电影、从网络、从朋友吹牛那里听来的印象，我们来听听科学怎么说。根据目前最大规模的整合研究，全球男性的平均尺寸在完全放松，也就是松弛状态下，长度大约是8到9公分，而在完全勃起之后，平均长度大约落在12到13公分之间。12公分是什么概念？它大概就是一支我们办公室里最常见的原子笔的长度。或者你现在可以拿出你的手机，如果你用的是 iPhone， 差不多就是手机的宽度再多那么1-2公分。这就是全世界男人最普遍、最正常的状态。那么医学上真正会让医生觉得这可能需要关心一下的小阴茎症标准又是什么呢？答案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它的定义是在松弛状态下，经过医生专业的拉伸测量后，长度小于4公分。注意，是松弛状态下小于4公分。这是什么概念？大概就是不到3根手指的宽度。这在临床上是非常非常罕见的，通常与先天的内分泌或基因问题有关。江医师跟我分享了一个更惊人的临床数据，
在他职业的这些年里，大概每100个因为觉得自己太小而鼓起勇气走进诊间的男性，经过他专业的检查和测量后，你猜有几个是真正符合小阴茎症标准的？答案是不到2个。也就是说，剩下那98位先生，他们的尺寸完完全全落在全球的正常平均值范围内。他们带着满腹的忧虑而来，最终却发现敌人不是自己的身体，而是自己的心魔。医学上给这种现象起了一个名字，叫做阴茎焦虑症候群。这听起来很专业，但其实你我对这种心理状态一点都不陌生。它就像很多女生明明体重正常，却每天站在体重机上唉声叹气，觉得自己太胖；或者明明五官端正，却总是在镜子里看到各种瑕疵，觉得自己不够美。这种焦虑从来都不是一天形成的，它是一场漫长的由社会文化、商业广告、同侪比较共同导演的心理戏。想象一个男孩从青春期开始懵懵懂懂地探索自己的身体，他可能在学校的更衣室里无意间瞥见了那个发育的特别早、特别好的同学，心里第一次埋下了比较的种子。他可能会在网络上看到那些经过特殊角度拍摄，甚至刻意夸张的成人影片，那些画面就像一把尺，蛮横地刻进了他的脑海，成为他日后衡量自己的唯一标准。他跟朋友喝酒聊天，话题可能有意无意地滑上男性的雄风。在那些半真半假的吹牛和玩笑中，他越来越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状况，只能默默地喝下那杯酒，也喝下那份不安。久而久之，这种外界的虚假的标准就慢慢内化成了他对自己的要求。他开始在每一次亲密关系前感到紧张，在每一次结束后感到怀疑。他不是在享受爱，而是在参加一又一场的考试，而他永远是那个给自己打不及格的考生。这就是阴茎焦虑症候群的真相，它是一个由比较、误解和沉默共同编织的牢笼。而今天我们公布这些真实的、科学的数据，就是希望你一把钥匙，让你亲手打开这个牢笼。听到这里，你觉得医生公布的这个全球平均值跟你过去想象的一样吗？欢迎你在留言区聊聊你的看法。但你可能会想，好 Suki， 我明白了，我的尺寸是正常的，我该放心了。但你以为尺寸正常就真的高枕无忧了吗？恰恰相反，一个你可能从没想过的、更值得你关心的敌人，正随着时间悄悄地向我们每一个人靠近。这个敌人无关大小，而关乎功能。江医师跟我分享了另一个门诊故事，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一位80多岁的阿伯。这位阿伯走进诊间，表情有点腼腆，又有点着急。他说：“医生，我有一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他说，他的太太在大约30年前就过世了，从那之后，他就一直一个人生活，也再也没有过性生活，甚至连自己解决的次数都屈指可数。可以说，他的小兄弟已经处于停机状态整整30年。他现在的困扰不是性，而是生活。他说，他发现自己的鸡鸡在过去这些年里好像越缩越回去，尤其是早上起床，整个都陷在肚子里，导致他每天早上起来上厕所都非常痛苦，根本抓不到啊！阿伯激动地说，每次都滴到裤子跟地板上，真的好烦。你可能会觉得这个画面有点黑色幽默，但这背后是一个非常严肃的生理现象，叫做用进废退。
我们的阴茎海绵体，它就像一块肌肉，或者说一块弹性很好的海绵。你需要经常让血液冲进去，让它扩张、舒展，保持它的弹性和活力。这也是为什么男性会有晨勃，那是身体一种自然的、自主的保养机制。但如果像这位阿伯一样，长期不使用，没有充血，没有勃起，海绵体的组织就会慢慢的纤维化。什么是纤维化？你可以想象一条放了很久的橡皮筋，它会慢慢变硬、变脆，失去弹性。海绵体也是一样，它会萎缩、硬化，最后导致整个阴茎在视觉上看起来内缩变短。这位阿伯的故事像一记警钟，提醒了我们一件事：相比于我们无法改变的天生长度，我们更应该关心的是会随着年龄和使用习惯而改变的后天健康。你的武器有没有定期在保养？它的功能是否还保持在最佳状态？这远比它一开始出厂设定的尺寸要重要得多。这就引导到我们今天最核心，也是我最想跟你分享的一个观点。台湾泌尿科医学界有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前辈，叫简邦平医师。他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觉得充满了智慧与慈悲。他说，医学是为了人类的健康，但我们男科医生是为了使病人快乐。你注意到了吗？关键词不是健康，不是正常，而是快乐。这句话彻底颠覆了我们对尺寸、对性的一切迷思。我们穷尽一生追求的，不就是快乐吗？心理学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他们发现，一个对自己尺寸感到满意的男性，他通常对自己的外貌、身材，甚至整体的自我形象都更有自信。而这份自信会像光环一样，让他在社交、在职场、在两性关系中散发出更从容、更迷人的魅力。问题来了，这份满意和自信究竟从何而来？是来自那额外多出来的1公分、2公分吗？不是的，它来自使用时的满足感。更精确地说，是来自你让你伴侣感受到的满足感。为了让你更深刻地理解这一点，我想给你讲一个故事，关于2个好朋友阿哲和小伟的故事。阿哲是朋友们口中的天选之人，他的尺寸无论是在更衣室里，还是在历任女友的评价中，都属于那种会让人哇一声的等级。阿哲对此非常自豪，他把每一次的亲密都当成一场奥运会的100米赛跑，一场展现他天赋的个人秀。他的前戏往往很短，甚至没有，因为他觉得自己的硬体本身就是最好的前戏。在过程中，他专注于自己的节奏和冲刺，他追求的是一种征服的快感，是他脑中想象的 A 片男主角那样的勇猛。他很少问对方的感受，也很少有事后的拥抱和温存。结束后，他最常问的一句话是：我很强吧？眼神里充满了期待被肯定的渴望。结果呢？阿哲的感情总是很短暂，女孩们一开始或许会被他的条件吸引，但久了都会抱怨，说跟他在一起感觉不到爱，只感觉到压力。有一位前女友私下跟朋友说，那不像做爱，那像在被一个性能优越的机器攻击。另一边是他的好朋友小伟，小伟的一切都非常平均，长相平均，收入平均，当然尺寸也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全球最标准的12公分。小伟一开始对此也有些不自信，特别是在阿哲面前。但小伟有一个特点，他非常在乎他女朋友的感受。他把每一次的亲密都当成一场浪漫的双人舞，他会花很长的时间在前戏里探索对方的身体，用亲吻、用言语、用眼神去交流。他会不断地问：你喜欢这样吗？告诉我你的感觉。
在过程中，他专注的不是自己有多勇猛，而是对方是不是真的在享受。他会观察他细微的表情，聆听他呼吸的变化，随着他的节奏去调整自己。对他来说，高潮不是终点，而是一个共同攀登的山顶。结束后，他一定会紧紧抱着对方，聊聊天，说说情话，直到两人都舒服地睡去。结果呢，小伟的感情关系一直非常稳定和甜蜜。他的女朋友常常跟闺蜜炫耀，说小伟是她遇过最棒的男人。她说，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但我跟他在一起，我感觉自己是全世界最被真爱的女人，那种满足感是从心里满出来的。有一次，阿哲又一次失恋后找小伟喝酒，他很困惑地问，小伟，我真的不懂，我的条件样样比你好，为什么那些女人都离开我？小伟看着他想了很久，然后说，阿哲，你总想着用你的武器去征服一座城堡，而我只想着邀请城堡的主人跟我一起跳一支舞。我们从一开始玩的就不是同一个游戏。阿哲和小伟的故事就是一个缩影，他告诉我们，女人真正想要的从来都不是一个冰冷的、尺寸惊人的武器，而是一个温然的、懂得倾听、在乎她感受的爱人。那句你好棒，那句我好满足，那句发自内心的赞美和肯定，才是建立你自信心最坚实的地基。而这份自信远比任何物理上的长度更能让你成为一个真正的强者。所以讲到这里，作为一个阅鸟无数的专业医师，江医师也想透过我给大家一个最温柔也最权威的结论。他说， Suki， 你一定要告诉大家放轻松，根据我看了这么多年的经验，绝大部分的男人，你们都是正常的。那种所谓的天赋异禀真的只是极少数，而那些所谓的不尽人意，在医学上更是罕见。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安稳地生活在那个名为正常的舒适圈里。所以下一次当你又陷入自我怀疑的时候，请记得江医师的这句话，记得我们今天看到的科学数据。同时他也想借这个机会给所有已经成为父母或者未来将要成为父母的朋友一个非常温馨的提醒。他说，门诊常常会遇到一些忧心忡忡的妈妈带着青春期的儿子来看诊，妈妈会当着孩子的面悄悄地跟医生说，医生，你帮我看一下他这里是不是太小了，你知道吗？就在妈妈说出这句话的瞬间，那个男孩的头会立刻低下去，耳朵会瞬间长红，那种羞耻和尴尬可能会跟随他一辈子。一句无心的、出自关爱的话，却可能在孩子心里埋下一颗长达数十年的焦虑种子。所以江医师建议，如果你真的担心孩子的发育，比如包茎的问题，你可以换一种说法。你可以带他去看医生，然后跟医生说，医生，我们想来检查一下，看看包皮的状况正不正常，需不需要处理，把焦点从大小转移到健康和清洁。这是一个非常细微但却充满智慧与爱的改变，它保护了孩子的自尊心，也完成了你作为父母的关怀。请一定要记得这一点。好了，聊到最后，让我们来做一个完整的总结，并告诉你，如果真的有需要，科学的道路在哪里。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核心结论，台湾的男性朋友们，你们没有输，你的焦虑远远大于你的现实。我们大多数人的尺寸都完全符合世界的标准。真正的战场从来不在你的裤子里，而在你的自信心里，在你与伴侣的互动感受里。但是确实有一些情况是医学可以也应该介入的，
比如像前面那位80岁阿伯一样，因为年龄或是一些疾病，例如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甚至是做过摄护腺手术后，导致勃起功能衰退、海绵体纤维化的情况。这时候千万不要去相信网络上那些夸大的广告，更不要去买那个会让你啼笑皆非的放大镜。医学上确实有安全有效的方法来保养和复健，比如有一种叫做负压助勃器的医疗器材，它的原理其实很简单，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在帮你的小兄弟做温和的瑜伽。它透过一个真空罩，用负压的方式，让血液被动地温和地流进海绵体，达到被动充血的效果。这就像在拉伸一条很久没用的肌肉，目的不是为了让它变多长，而是为了对抗纤维化，保持它应有的弹性和血液循环。这对于手术后的复健或者高龄者维持功能是非常有效且物理性的保养方式。另一种更新的技术叫做低能量体外震波，这个听起来很酷，它的原理我把它比喻成唤醒沉睡土地的春雷。医生会用一个探头在你的特定部位施打非常微弱的能量，这种能量波可以刺激你的组织，促进血管新生，也就是在老旧可能有些堵塞的血管周围长出新的更细微的微血管网络。这就好像为一块有点贫瘠的田地重新挖掘了密密麻麻的灌溉渠道，让血液能够更顺畅地流过去，从根本上改善勃起的硬度和品质。但我要一再的强调，无论是负压助勃器还是震波治疗，它们的核心目的都是恢复健康机能，而不是单纯为了增大尺寸。这是在治病，是在做复健，而不是在做医美。而且这一切都必须在专业泌尿科医师的评估和指导下进行，寻求专业的医疗协助才是唯一安全有效的途径。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让你心里某个角落的焦虑被理解了，请务必点个关注，我会持续用温柔而诚实的视角分享更多关于两性、关于你自己的秘密。也欢迎你点个赞，让更多人能停止这种不必要的自我怀疑。